大业景和3年，一代忠良沈家被贬流放，那场北山的雪埋掉了沈家最后一点血脉，史书上只留下了4个字：全族尽灭。是梦？不，太真实了。难道是还没发生的未来？若天要亡我沈家，我便向鬼神借命！这不是饼，这是转。半年前，我还是沈家众星捧月的公主，爹明明是被陷害的，眼下的狗皇帝把我们全家赶到了这种鬼地方。沈尚书，你贪赃枉法，朕念你一介功臣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流放西域。睡吧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想看看周边的县田。你跟来做什么？家里太无聊了，我也想跟爹爹一起看县田。你个姑娘家家的，这么冷的天也不怕冻着？别离开我们。带回去煮汤，今晚就不用啃砖头饼了。这里还有，这里有。哥救我！还没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不是边城，树是绿的，风是暖的。我靠，搞 so play 来爬山？你好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同伴走散了？先吃点东西。这能吃？当然能。这个怎么像云一样软，还这么甜？这簪子可不像道具。等一下，这个沁色和纹路，这不是仿制品，这是大雍朝的宫廷官造件。登徒子，把簪子还我！这里山路不好走，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。我的店就在山下，要不你先跟我回去歇歇，等缓过来了，我再送你去找朋友。我叫林雨，你叫什么？本公主叫沈婉诺。我不会死了吧？到了天界，这里也太奇怪了吧！啊！这铁皮蛤蟆叫了！喇叭而已，不吃人。先坐好，带你去休息。里面还有些面包，你先填填肚子。这铁牙咬得好死，该念什么驯兽咒？这叫拉练，物理学，不是玄学。进来吧。欢迎光临。哪来的妖精，还会口吐人言？别扎，那是冰箱，扎坏了漏符。跟我来后边，桌上有点零食，你可以吃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太好吃了，我偷偷拿一点，他应该不会说什么吧？记得家里人电话吗？
我帮你联系。电话？那是何种法物？那你家在哪儿？我给你定位。定位？定什么牌位？我家还没死人呢。怕不是在山上摔傻了？怎么这么中二呢？算了算了，你怎么回去？不能告诉他，我要自己想办法回去。我自己会走，不用你管。但是那个，我不白吃你的。这簪子给你，换你的软饼、甜水，还有那个能吞万物的布囊。这是古董，太贵重，我不能白拿。啰嗦，成交。这太贵重了，这样吧，我先替你保管，你有空回来拿。这些东西都不值钱，你可以随时过来拿回你的簪子。啊，这是什么物件？你看，按这里。这是什么法器？手电筒，晚上走路用的。好厉害，跟太阳一样刺眼。已经给你装好了，路上小心，有问题随时找我。我爹娘该急了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若我还能回去，下次再来找你进货。好奇怪的小姑娘，真像个古代人。这里真的不是梦吗？我还能回去吗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哎呦！真的回来了，这不是梦。你别突然恋爱。跟我回家。你人丢了半天，回来还背了个没见过的方布壳子。你这是去逃命了，还是去逛庙会？二哥，我这回真捡到好东西了。老爷，小姐还是没有消息。这水装在透明瓶里。诺诺，这些玩意儿哪里来的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这玩意儿比京城锁匠还会咬。潜伏，带人出去，守住门，谁都不许靠近。是。胡闹！你去干什么了？现在一字不漏，说清楚。后山，早上掉到后山的洞里，里面有片桃花源，东西就是那里面的人给的。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地方？若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东西，我也当他是在说梦话。这样的秘密若传出去，来的不是富贵，是祸事。你现在就去石窟，看清楚，摸清楚。若有机关暗门标记，回来告诉我。是。我看了3遍，洞里和平常无异，石壁石心，机关暗门一概没有。我没说谎，我真的去了，这些东西就是……我知道。若你没说谎，洞里又无门无锁，那就只剩一个解释。那条路只认你。也就是说，沈家的活路也许就在三妹身上。那你三妹出事了，你负责吗？从今天起，谁也不准提这件事。沈家这事儿得让经理知道。
哥，我送你上山。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。哥，我一定带好东西回来。先喝口水。我若说了，你别把我当妖怪。你先说，我先信。我叫沈婉诺，我所在的地方叫大雍巢。半年前，我爹被人陷害，我们全家被流放到西隅边城，那里现在是寒冬，没有炭，没有粮，连水都冻成了冰。不只是我们家，那里的百姓也都在挨冻挨饿，熬不过这个冬天。我不是来讨可怜的。那个簪子很贵重，我想用它换东西，换御寒的衣物，换饱腹的粮食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学法子。我不能次次只背着几块软饼回去，你能教我怎么做吗？大雍巢，这就对了。他之前的反应根本不像装出来的，我靠穿越这种事真被我碰到了。还有那只玉簪的失传工艺，以及这云锦的织法，逻辑闭环了。你想做一笔长期的双赢交易？对，交易。好，我接了。但在这之前，我需要确认一件事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匾盒子也能算卦吗？大雍巢沈尚书因贪污被流放西睢。婉诺，你刚才说你们被流放了多久？半年啊。我刚刚查了古籍残卷的电子库，虽然正史上没有大雍巢，但在野史孤本里有关于你们的记载。沈氏。野史记载，大雍巢流放西逼的罪臣沈氏，在流放半年后，于一场暴风雪中被边地乱军屠戮，全家满门抄斩，无一生还。按你们那里的时间，你们沈家的死期就在半年后。你去哪儿了？我昨夜是怎么跟你说的？这样的秘密是祸非福，你竟敢瞒着我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爹，我没把您的话当耳旁风，我是把咱们这一城人的难处看进去了。面包吃完就没了，靠那个救不了沈家。可这个法子能让洞底长出东西，能让我们活过这个冬天。老爷，你冲孩子发什么火？他不是贪玩，他是出去找活路啊！你看看他的手。爹，这图纸绝了！价高方风，附魔聚热，分层保温，这逻辑环环相扣，这不是戏法，是实打实的办法。若真能在咱们院里试出一小块，边城的田有救了。
主有了。好，既然天要绝我沈家，我们就自己趟出一条路。先是院里这一块地，经销、立价、文辞、计发子。婉诺，你来交。大哥，竹架不能立太直，得弯成个弓形，这样风从面上划过去，棚才不容易被掀翻。我沈文慈在京城读了那么多年圣贤书，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大半夜在这里跟一堆竹子较劲。诺诺，你先歇会儿，妈来扯。不行，这膜得绷紧，咱们一起拉。老爷、少爷，这大半夜的，老奴也来搭把手吧。前院柴房的火快熄了，你去把剩下的木头劈了。那我劈完再来过来。后院的事不必你插手，没我的话，不许踏进后院半步。哎呀，要飞了，要飞了！娘，别硬拽，会撕烂的。风大的地方别跟风硬拽，先让它没缝可钻。大哥，把风口那边压低半寸。二哥，别管顶上了，把底下的缝死死封住。快点，再快点！诺诺，别慌，照诺诺说的做，埋边。姐姐，爹娘，你们进来感受一下。这里头竟不觉得动骨头了。神了，这法子竟是真的。天不绝我沈家，有这暖棚便能种出菜，便能活。沈家私藏异宝，这可是换取上千的天大富贵。且慢，棚能挡寒，不等于这冻透的地就能养活苗。这些种子是咱们全家的命，不能凭运气往下撒。土得先养，水得先还。老奴见小姐要种地了，特意打了一大瓢井水来。这地呀，就得大水灌才透气。老钱啊，你浇这么大一瓢，是想种菜呢，还是想把这些金贵的种子直接游到城门口去？二少爷真会说笑，老奴这就退下，这就退下。差了一步，肯定差了什么关键步骤。要是这批种子死在我手里，沈家就真没活路了。爹，我想再去一趟那石窟。你昨夜才去过，那石窟是生门，也是显门。你当那是寻常集市，
想逛就逛吗？一旦出事，你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爹，我不是贪新鲜去玩，我是怕拿咱们这一成人的盼头去试错。这法子我记漏了细节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我多去问一步，咱们就能少死一把种子，就能多活一条命。老爷，诺诺去是为正事，若真怕险，就让京霄去山口死守，谁敢靠近，杀无赦。速去速回。林雨，不行，土缓了，棚搭了，可我不敢种。催芽怎么弄？我怕把种子沤烂了。别急，这土质拌了草木灰，能用。你没急着下种是对的。不能直接种，你得先用少量的温水把种子泡一泡，这叫催芽。看到种子发胀了，再下到最细的土里。只要照着图，每一步比昨天更准，就够了。另外，别直接往大棚里种，先用育苗盘育出一小撮，活了再移栽。带上这个吧。谢谢你。爹娘长苗了，咱们活了！这么冷的地方，真能长出这个颜色，这日子真能往前走了。前府。沈大人，听下人说您这院子里长出仙草了，搭个罩子就能骗过老天爷？我种了半辈子地，从没听过这等奇事。老丈，您没见过，不等于它不长。这天下新鲜事多了。太阳出来时，先开一点草莲透气，午后太阳落了，就赶紧收回来捂严实。水必须先在屋里温过再喷，不能一瓢砸下去，不然会冻死根。让隔壁老李家的孩子先尝尝。廖理正听令，明日起，在城中挑10户人家，先交先试。大人英明。可是种子和搭棚的花销，账我沈家来担，种我沈家来借。若天要灭边城，我沈家便与这颠天斗一斗。沈家啊，沈家！这等异宝不仅不献给朝廷，竟还敢私相授受，笼络人心。你们要跟天斗，我便送你们下地狱！
好，好，好，这法子真能给西偏带来希望，天不亡我边城。爹爹，今日这第一批大丰收，我跟娘商量好了，要去镇上广场给乡亲们煮热粥喝，我要让全镇的人都尝尝。咱们西区的寒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。去吧，诺诺长大了，知道恩泽乡里。景霄，你跟着护送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是。哟，这时节这鬼地方还能有这么水灵的菜？别是好看不好吃，吃下去要人命的毒草吧？胡掌柜，是不是毒草？先尝尝再说。小丫头，你这什么神仙菜？别施粥了，后头还有多少？我整筐收，价钱随便你开。胡掌柜倒是好算算，诸位今日运气好，这叫冬日头一口清。错过这一筷子，再想闻这味儿，那得等下回了。别下回啊，二少爷，我整筐收，价钱我在日价上再往上抬3成，不5成。胡掌柜，这青菜的生意咱们以后有的是得做，但今天这头一口清，必须先让城里熬了一冬的乡亲们尝尝味儿，一夜不卖。沈小姐高意，那胡某就先排个号，下批菜胡某全定了。规矩我再说一遍，市重户的头几批菜必须先保本城温底和病弱人家，之后才允许拿到集市售卖。凡是来学这暖棚之法的，一律按登记顺序交，不许插队。谁敢趁机哄抬菜价，断其种苗，绝不姑息。沈大人高明，我等定当遵从。哟，老钱，忙着呢。二少爷，老奴来寻把扫帚。正好，我那屋的火盆灭了，借你的火镯子用用。这云纹印记，我在京城，在宁国侯府的密函上见过。千福，你这家书上的云纹，我怎么瞧着这么眼熟啊？送的挺远啊。小的就是给乡下亲眷报个平安，随便封的口，不值当二公子上心。也是，不过是给亲眷的，别弄丢了。爹，大哥，这印子我绝不会认错，是京城的线。潜伏这只老鼠，已经把咱们的底细往外递了。查，但绝不能惊动他。
单凭一块火心定不了他的罪。若现在打草惊蛇，反而断了他背后的线。我不管什么线不线，我就怕他伤了诺诺，绝不能让他再沾诺诺的任何东西。爹娘，你们看我新掐的没事没事，诺诺，就是家里最近出了只老鼠，正商量怎么下夹子呢。老鼠嘛，多放几只夹子，总能夹住。爹，咱们的菜越长越好了。对，不管什么老鼠，都挡不住咱们沈家的路。林雨，长出来了，不是一颗，是一大片。怎么，你这回是来报喜的，还是来进货的？现在城里人都想学，但咱们那儿井水浑，草木肥不够，大家一起种，育苗太慢了，得有更稳、更省力的法子。编成水浑就自己做个净水层，底下垫布，中间放碳吸毒，上面铺沙绿泥，水先沉，再滤，再烧，别图快，并都是从省这一步来的。不把苗全压一处，先护住能活的，再谈种满成。我记住了。你就一成，但也先别把自己冻坏了。沈姑娘，今儿你不卖，我认。可明儿无论如何总得给我留2筐了吧？胡掌柜急什么？先让城里人把肚子暖上，买卖做得长才叫会做。料理正，三妹今日新带回一包极耐寒的金桂种子，今夜我会亲自把东西挪到旧仓，免得放在府里人多眼杂，招了贼。二公子，3更天还搬东西，这天怪冷的，要不老奴替您去守着？正银东西金贵，才得晚些送，我得亲自盯着。你好好在府里歇着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帮得罪了侯爷的丧家犬，到底是真有通天的本事，还是撞了大运？别过来，先别踩旁边的土。这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先救苗，后查人，谁也别乱动脚下。爹，不是霜，是粗盐。活苗先挪到背盘，表层坏土全部铲掉，千万别用冷金水猛冲，水必须温过再洗根。我来搬水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好？怎么会这样？
大少爷，您歇着，老奴去井边再多提几桶水来。都听三姑娘的指挥，先救苗，别在这时候抢着表忠心。从今日起，谁来学法子，按名登记。谁再敢私自靠近后院和柴房，一律打断腿扔出去。钱管事，昨日可否看到什么可疑人物啊？老奴昨夜睡得死，没注意到。白天我故意放出风声，说真正的育苗图纸在三妹手里，今晚要去后山换新苗。钱府果然急了，这老狗借着倒干碎的机会溜出偏门，把情报递给了巷口的脚夫，脚夫被我们扣了，这是截下来的回信。敢把手伸到我女儿身上，她这条路就走到头了。老爷，夫人，三姑娘刚才去西街偏院取土，人不见了，地上只掉了一只手套。这不是灰，是咸土。西街偏门出去，路偏能藏车，地上还全是白碱咸土的，只有废弃的旧盐仓。警校，带人封死旧盐仓外围几条出路，外围先围，别打草惊蛇，人活着最要紧。快些，别误事！你们抓我有何用？我不过就是个会种几根破菜的丫头。三姑娘，你会的可不只是种菜吧？你乖一点儿，把法子交出来，少受罪，我们也少费点事儿。人既然露了面，就说明爹和哥哥们很快就能顺着线索找过来，我得留记好。少装傻！那些奇怪的法子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说，沈家是不是在边墙山里藏了什么通天的秘宝？你这辈子只配做条到处偷主子东西的老狗。那些法子不过是我从古书上抄来的，哪有什么宝贝？死丫头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！若今夜撬不开你的嘴，天亮前我就把你转出去卖了！求求了！那是诺诺常拿来企业照路的物件反光，人就在里面了。那老狗不是想要法子吗？我这就进去，好好陪他聊聊。嘿，哟，二公子，还是你识相啊！早点把这生财的法子交出来，三姑娘自然能全须全尾的回家。先验图，你也配验？你主子拿你当条传话的狗，你倒真把自己当了爷了。京城那边没交出图纸，不是因为催得这么急，要多看重，而是已经怀疑你办事不力了吧？少废话，把他给我围起来！你们两个把这丫头带到后面井台去，我看你们沈家到底敢不敢硬抢！钱福，你若真想活命，就把我放了，不然咱们都得死。闭嘴！再拖，今天谁都走不了。
潜伏，外面已经全部封死，立刻把人放下。老夫念你一场主仆，还能给你留个交代的机会。诺诺，没事了。哥，按规矩，把这几个杂碎全数带下去登记，死死看住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娘在这儿。娘，我不怕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潜伏，你不只是京城的人，你这老狗还私通外蛮！先押回去，关进地窖，按规矩死审。诺诺，不急，你记得什么就说什么，哪怕是一点奇怪的声音、气味都行。车里皮革味特别重，不是咱们编程老百常用的草篮子或者旧布味，是那种腥膻味极重的生皮子。还有，车走动的时候，我听见了2声很闷的铜铃响，就像是挂在重袭牲口脖子上的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快到旧盐库的时候，我听见外头有个牲口音的人对潜伏说：“天亮前过柳坡。”后头的人就接上了。柳坡，那里根本不是往京城去的路，那是出关的必经之地。大爷饶命！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只听说柳坡有人接，是外来的批货车队啊！那银子不是潜伏一个人出的，还有个牲口音的人来过2回，披着厚皮袄，他们的车上带着大铜铃。这不是普通的绑架，这是早就踩过点的外部势力。老爷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糊涂起了贪念，收了京城那边的银子，想探探咱们家到底藏了什么。榜三姑娘只是想吓唬吓唬他。哼，吓唬他？京城你盯沈家，境外那伙流窜的悍匪让你接人。钱管事，你倒是2头吃得挺香啊。二公子，您说笑了，什么境外悍匪？那不过是路过柳坡的普通商队。这细皮屑是从你换下的那件旧袄脚上取下来的，味道极重，根本不是我沈府，也不是边城百姓常穿的料子，倒像是常年跑外路过风雪用的厚牛皮。你进我屋偷帕子，去厨房拿粗盐毁苗，又跟外头带皮车的人碰头。潜伏，你是当真以为我们沈家人都是瞎子吗？你若只替京城地话，何必费尽心机把三妹送去柳坡？你若只想探我沈家的秘宝，
何必让那所谓的皮货车踩遍边城的废井，踩暖棚，踩西门的防线？他们要的从来都不只是我沈家的命，是整个边城的命。我招，我全招。我原先确实只是京城安排在沈家的眼线，盯你们是不是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可是边城暖棚一成，洞采一出，城里的上路活了。我动了贪念，私下联系了一只常年伪装成皮货商队的流窜肥火。经理那位要你们沈家永远翻不了身，外头那伙人要劫粮要种子，我只是个传话的呀。老夫不听废话，他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他们说这2天就会借着商队的身份试探进城，若摸不清，也会先毁了全城的暖棚和旧井，让边城自己乱起来，他们好趁乱打劫。大人，出事了！西南驿道刚到了一支陌生的皮火车队，他们说是走风口迷了时辰，求我们在外仓借宿一晚。可是他们报的人数和车轮压出的泽印重量根本对不上。咱们人少，不能跟他们比蛮劲儿。既然他们图的是利，那咱们就把这座城做成一口崩断他们大牙的硬骨头。连菜苗也分，主苗、备苗、种子各放一处，他们就毁不干净。我做半辈子生意，头一回卖的是动静，车和铃都拿去。只要能把这城护住，我这点货想一晚上都值。够他们看了。北边援军的回信一到，就暗明何人。外仓那批假商队，今晚一个都跑不了，全部就地正法。这城不对劲，这根本不是空城，像是早就调了重兵等着咱们来钻。还有了，再拖下去，咱们自己先暴露了。撤，回去报信儿。人数极多，这回只是侥幸下走，不是真守住。人能熬一夜，熬不了一冬，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先喝水，别慌，怎么了？我们抓了内鬼潜伏，但他交代外头还有大堆悍匪。他们昨夜摸了暖棚、旧井山口，城里肯定还有另一个内鬼在接应。找到了，钱少若失手，绝不会拖过第3夜。他们最常选的突袭时间是换风后的子初，因为这个时辰守城的人最疲，内宴也最容易动手。今晚子时，对，潜伏已经暴露，他们拖得越久，城里的第2颗钉子就越危险。
所以他们一定会抢在今夜动手。旧案里写得很清楚，这种团伙安排的第二颗钉子，绝不会是掌帐式的大人物，而是临时更夫、仓夫、搬运帮工。是陈贵，昨夜外仓换灯的是他，今早追着我两种去向的也是他。不能现在抓，一抓，外面就成了乱咬的疯狗。最稳的办法是借他的手反做局。第一，西南偏门；第二，外仓东角；第三，断松口山道。不要四处撒人，只守这3点。借他的耳朵，把真正的假消息传出去，把敌人引到空地方。你们就不是被动挨打，是关门打狗的反收网。万一外头的人不按假消息走怎么办？他们贪快，就一定会上钩。沈婉诺，不用猜了，今夜子时，外敌必来。城里的第二个内鬼不是别人，是外仓的临时更夫陈贵。原来是他！抢夜班、问货物，全对上了。怎么打？说！不经内鬼，借他传假话。西南偏门、外仓东角、断松口3点设伏。孩子老人，立刻退守县学内院。好一招关门打狗！文慈，你去放话。景霄，你带死士守偏门和断松口。夫人，县学那边你去。孩子老人我来带。哼，既然那狗东西这么爱偷听，今晚我就专门去给他讲个故事。外仓东角那几袋真种子，子时前一定挪好。山口那边人少些无妨，先紧着种子。林雨说的对，子时前后，他一定会动。外仓东角真货都在那儿，山口只留了2个人，快去！你这门开得正好，陈贵等你很久了。拿下！偏门封死，外仓那边按原计划收口。不要管仓，去2个人往外仓虚冲，剩下的跟我从这巷子杀出去，直奔断松口上山。二哥，他们是假充外仓，真奔断松口，他们要摸山路。滚开！
不然老子今夜先折你这条命！敢动我沈家的人，敢碰这座城，你先过我这一关。头的倒了，死死按住他！想从我边城人的车上踩过去，没门儿！他们今夜真正想探的不是粮，是山里那条路。这画的是断松口后面的岔道。老爷，断松口有影子，不止一拨人。城里不能乱，山口不能丢，偏门留人封死。景霄，你带人先走。文慈，跟着宛诺听路，绝不许逞强。是。刚刚看见3、4道黑影贴坡往上摸，脚步极稳。立刻改痕迹，真路上的脚印全扫掉，用松枝拖一遍。假路别藏，反而要把痕迹做得像咱们刚急着运过货。胡掌柜，把那2个空麻袋拖过假路口，踩出乱脚印，把破木桶和麻绳扔在路边。我带人封真路，用碎石和断木挡死，快！再晚半刻，他们就摸上来了。等等，这山里有人比咱们先到了一步。这人是专门盯路的眼，他急了。小心！滚开！你今晚哪儿也别想报！会跑，那你就趴在这看清楚，你的人是怎么一个都跑不了的。找种子是吧？先看看你们自己今晚怎么从这沟里爬出来。撒！别乱追，先拿手，先收绳，活口一个都别放跑。这薛底的红土是靠南易到的。银墨，这不是今晚的时辰，这是天亮前的接应信号。你们这城藏的确实深，
可那又怎样？有人早就把你们这儿的命路全卖给我们了。你们以为抓了我一个就能活过今晚吗？既然他要信号，我们就给他信号，用灰隼的古哨和白布发撤退令，同时整座城灯火全开。若哨声吹错，若城里配合不一，立刻就会被对方看破虚实。那就骗他们一整套，献穴、外仓、旧井、偏门4处同时按定号换灯，风口坡上设3组轮换火点，让他们看见咱们这座城早就张开了血盆大口，等着他们来送死。传令全城摆阵。你可以不说，但你的人如果因为你慢了这半刻，把命全插在我们这里，那也算你这当探子的本事。再进半步，这就是下场。退了，大公子，无耻的贼兵真退了。诺诺，这次能提前洞察贼人夜袭的时辰，多亏了你背后那位林公子。去吧，替边城，也替为父好好谢谢他。他救了我们全家，甚至全边城人的命。这块夜明珠是当先皇赐给我们家的，你拿去给他，替我们谢谢他。把这把扇子带给他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爹娘，我这就去。不就是一只旧簪子，你开个价，3万、5万。抱歉，不是商品，非卖品。开门做生意哪有给钱不赚的？你这店还能靠情怀活着？神经病，当演古装剧呢。你这是来逛店，还是来给我送一整个菜园子？我是不是打扰你做生意了？没打扰，我本来也不是在等生意，是在等你。走，去后面。这是我们边城东里长出来的第一茬青菜。这是我爹沈尚书让我亲手交给你的谢帖，还有我二哥塞的小纸条，和我大哥削的木勺，还有我娘送你的珠子。昨晚边城的事很凶险。哪有？假车令一下，那帮人就露馅了，全城公开核对，一桩桩全压住了，我都解决了。你每次说都解决了，前头总得先拼一场。手给我。真不疼，这点裂刻算什么？那你别缩手。边城之困得林公子相助，沈某与边民同谢，我帮的是你，可你真的把一座城撑起来了。别夸了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从外敌身上缴来的遮线图，他们一直盯山路、旧井和暖棚。我觉得我们不能只靠守，得主动出击。你看这条线，不像单纯的山路，更像老水道的残线。婉诺，
你们边城不只能种冬菜，春天一到，可能还能引水灌溉。你的意思是，春天能修渠？如果能引水，边城就活了。那这条线是不是能接旧井？春天是不是得先清淤？怎么了？我哪句说错了？沈老板，边城今天停工半日，不许谈正事。我不是不想玩，我是怕回去之后忘了。万一少问一句，春去就慢一步。你少问一句，边城不会塌。可你再崩一天，人先累垮了。走，带你去看看，不用打仗的世界是什么样。你到我这儿不能总穿着一件，我带你买衣服。这是我娘亲自挑的，好看的很。好好好。林雨，这算不算故意撞人？这在边城是要下狱的。你敢偷袭我，看招！你别让着我，我这回可是凭本事撞上的。行，是我技不如人。沈三姑娘，手下留情。老板，我要那个兔子玩偶。这个给你。原来，真的会有人为了让我高兴，去赢一个没什么用的东西。我以前总怕边城冬天太黑，现在觉得灯也可以点点种出来，就像这地上也能养出星星。会有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，是你们自己点起来。这肉怎么切不碎啊？别太用力，压住，再往下切。吃饭不是打仗，不用赢它。我总是这样，吃到什么好东西，都先想带回家，给我娘，给我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给你多装了一份。林雨，我每次来找你，原本都是为了事，可后来好像只要看见你，我就先不慌了。今天这光和以前不一样。文诺，刚才那一下，像有人把门往里拉，他在排斥我。这条路若开始不稳，就不能拿命去赌。退后，别硬闯，通道出问题了。今天真回不去了。今天太危险，明天我们再试试。其实想想也挺神奇的。我第一次穿过来的时候，吓得连面包都舍不得大口咬。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坐摩天轮，非说那是地里长出来的星星。万诺，下一次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
都带齐了，回去之后按着图纸走，第一道渠应该能在开春前通水。林雨，别怕，去吧，趁它还亮着。怎么回事？石头在长出来！婉诺，别停下，往前跑，快跑啊！林雨，门要彻底关了，我还想回来，我怕这就是一场梦。婉诺，听我说，不要怕！婉诺，你不是梦！林雨，以后还能见到你吗？从那以后，石窟再也没有出现奇迹，像是命运本该如此。但是他的法子让我们种了新菜，通了水渠，修了新路，编程也越来越好了。每月空闲，我也还会回到石窟怀念我们的过去。林雨，今天城里的主街铺完青砖了，就算下雨也不会再脏了鞋袜。水渠也通到了最远的农田，大家都吃得很饱。你那边现在是什么天气？林